一个老人在成人区翻阅制服杂志，看完还偷摸揣到衣服里面，不料这一切全被身后的女孩看到，立马上前私语对方。佐贺这么做并不是人们所想的那种工作者，他是一名专职伺候老人的护工，专门帮助那些孤苦无依的老人。之前的他曾是护理公司当红的员工，无论是老人失禁在他面前，还是近距离的更换尿布，他都保持着尽职尽责的态度，没有丝毫的嫌弃。可就是因为他与照顾的老人共枕一晚，导致他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污点。最主要的是，这点要求还是老人的女儿雪子提议的。老人的妻子去世早，雪子害怕老人孤单，就想着让佐贺假装成老人的妻子，陪伴他度过最后的几天。事后他会补偿给佐贺一大笔钱。缺钱的佐贺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为了计划圆满的顺利，雪子还要求佐贺穿上老人妻子生前的裙子。当晚佐贺很快就睡了过去，没想到老人真的将佐贺当成了自己的妻子。挣扎中，老人不慎摔倒在地，一旁的电器随即也应声倒地，从而导致电器发生短路，造成了火灾。反应过来的佐贺拼命拉着老头逃离这里，却发现老人已经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害怕的佐贺想要将这件事情告诉雪子，谁知雪子已经在楼下上吊自杀了。他的儿子只是站在一旁冷漠地看着眼前的一切。佐贺不明白这个家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他也不想明白。经过调查，佐贺跟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关系，但他却因为这件事情无法在护理公司上班。没办法，佐贺只能拖着行李箱离开这个城市。好在他身上还有50万日元的存款，可谁知他将行李都在了火车上，这下他彻底变成了流浪汉，只能漫步在大街寻找一个歇脚的地方。然而就在他刚离开车站，就看到一个插着氧气管的老人正在跟前台交涉。老人想要在这里唱歌过夜，前台害怕会出意外，迟迟不愿接纳老人。佐贺见状，一把挽住了老人，拉着他就往里面走。老人被佐贺的热情吓愣在了原地。在得知佐贺的遭遇后，他放下了戒备心，并且作为报答收留了佐贺一晚。两人就像是朋友一般，互相说着自己悲惨的遭遇。就这样，两人在包厢里面待上了一整晚，最终因劳累睡了过去。分别时，老人好心塞给佐贺1万日元，并将自己的大衣留给了他。佐贺看着老人踌躇的背影，心中感慨万千。他知道老人之所以大把花钱，只是想让孩子们停止争夺家产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老人一旦没有了家产，孩子们会更加的嫌弃他。因此佐贺很是心疼老人，但他并没有打破老人的最后幻想，重新开始了流浪。就在他漫无目的的寻找时，碰巧看到一个老头正在搞破坏。佐贺没有犹豫，以报警的方式威胁老人带自己回家。老人不敢反抗，只能乖乖按照他的要求领他回家。刚到家，佐贺就像是自家人一样翻箱倒柜了起来，吓得老人一动不敢动。女孩用杯子接住水，随后蹲在了老头面前，温柔地帮他换尿布。虽然干着又脏又累的活，佐贺却没有丝毫的不满。尽管现在的他不能再依靠这份工作生活下去，但他依旧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。看到搞破坏的老人，他直接强制将老人带回了家，而他宛然是这个家的主人。翻箱倒柜地搜索了起来，随后将一桌子美食放到了老人面前。阿茂忍受不了佐贺这般羞辱，饭也不吃，急急忙忙地走了出去。见状，佐贺没有生气，一路跟着他来到一家咖啡店。佐贺这才知道阿茂到底搞破坏的原因，他并不是缺钱，而是孩子对他太过于冷漠，每天能打发无聊的方式只有跟大叔说话。这么做结果依旧没有任何改观，于是阿茂便找到了理财代理商，用1000万日元去购买一个理财产品，想要用这种方式得到孩子们的指责。然而孩子们根本没有理会他，只有佐贺愿意陪着他。他强迫阿茂陪着自己一起买菜做饭。自从佐贺出现，阿茂的生活逐渐丰富了多彩，不再以偷自行车为乐，而是跟着佐贺一起开车到处旅游。渐渐的，阿茂接受了佐贺的存在，并将他当成好友分享起了心事。同样的，佐贺也把阿茂当成了朋友，提出了投资理财的事情可能是骗子的想法。不仅如此，他为此还专门调查了一番，果不其然跟佐贺的想法一样。但阿茂却不愿意相信，他的人生太孤单了，只有代理商愿意将自己当成朋友。然而这样的想法却因为佐贺一句话发生了改变。这句话点醒了阿茂，他拒绝交那笔理财基金。没想到往日和善的代理人当即转换了一副面孔，威胁阿茂。好在佐贺及时出现，将代理人赶了出去。阿茂这才知道佐贺没有欺骗自己。出于对佐贺的感谢，他给佐贺买下了一部车，一起外出兜风。有了佐贺的陪伴，阿茂逐渐释然，他重新回到自己家，佐贺则是开车重新踏上了旅程。没有多久，佐贺看到跟阿茂年龄相仿的老人，
他在商场里面一坐就是一下午，之后等没人的时候走进一家书店，想要趁机偷走写真。佐和以此作为要挟住进了老人家，没想到里面已经有一位护工，但是佐和没有感到丝毫的难堪，厚着脸皮在老人家吃起来饭，甚至直接在老人家睡了起来。老人只能不断的辱骂，试图想要赶走佐和，但看到佐和坚持不离开时，他也逐渐放弃了这种想法，还将自己瘫痪妻子的衣服送给他穿。可不巧，就在他送衣服的时候，碰巧从门缝中看到了佐和的身体，他忍不住想要继续偷看下去，这一举动却被佐和发现。他没有阻止老人，只是默认了他这种行为，老人却并没有因此得寸进尺，两人之间的关系仅保持着这一层，而他之所以这么做，只是为了报复自己的妻子。沙发上的老头伸出双手，女孩也不惯着，用裙子轻轻拂上他的脸，随后狠狠地打了他一巴掌。佐和对这种情况早已经见惯不怪，他总会用自己的反抗让他们不敢放肆，或许是害怕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恐惧。老人总是趁着佐和洗澡时偷偷观看，但他也仅仅只是偷看，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报复妻子。尽管他的妻子瘫痪多年，但他每到深夜都会呼喊其他男人的名字，还会大喊大叫，惹得老人没有一个安稳觉，每次跑去书店偷看杂志。然而佐和的出现让他彻底改变了这一想法，因为佐和的存在，他经常会第一时间安抚妻子的情绪，并且帮助她清理卫生。渐渐的，佐和的细心赢得了老人的信任，他开始习惯有佐和的生活，试图想要长期聘用他，却不料自己的侄女却在这时赶了回来。他害怕佐和的存在会抢走老人的遗产，因此话里话外都在暗示着佐和。佐和明白他的顾虑，没有过多的挽留，简单收拾了行李就离开了。路上他碰巧遇见了学子的孩子小珍。自从他母亲离开后，孩子就跟随父亲生活，父亲酗酒成性，经常对小珍又打又骂。放心不下的佐和暂时留在了这个家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，佐和愈发心疼小珍。父亲总是处处针对他，不仅强行给小珍灌酒，就是蛮横无理的剪光她的头发。不堪受辱的小珍哭着跑了出去，佐和害怕她会因此做出傻事，立马追了出去。两人直接纠缠在了一起。争论中，佐和不小心给了小珍一巴掌，随后他就看到了小珍裤管里流出的鲜血，当即明白了小珍父亲为何如此憎恨她。小珍一直是个女孩，当初她的母亲雪子遭到强迫，被迫怀上了小珍，父亲气不过跟母亲选择了离婚，雪子只能独自抚养小珍长大。或许是对施暴者的恨，他将小珍掩饰成了男孩，不准她养长头发，也不准她穿裙子。渐渐的，小珍变得不再爱说话，性格孤僻。佐和知道小珍缺乏母亲，他便私自带走了小珍，给她买了卫生用品，重新帮她修剪头发，并且将她母亲生前留下的裙子还给了她。裙子原本是白色的，最后却被染成了红色。看着这条裙子，小珍似乎明白了母亲所做的用意。母亲这么做只是为了保护孩子，而她承受的痛苦远比这多得多。小珍忍不住抱着裙子抱头痛哭。与此同时，佐和在后备箱发现了一份信，里面有100万元，那是阿毛离开前留给他的。久别重逢的温暖让佐和内心再也绷不住了，仰天痛哭了起来。从这之后，佐和便决定带着小珍一起旅行。离别前，小珍的父亲露出了怜惜之情，轻拍了拍小珍的头，默默看着他们离开。